上次剪完枝到现在已经有2周了，现在这些桃都已经膨大起来了。看看这个小蟠桃，长得是相当的不错了。这棵移栽后第2年的水蜜桃，桃子也已经鼓起来了。这棵移栽后第3年的水蜜桃，今年应该是能有不小的收获的。等过上一阵子，再把桃子特别密集的地方稍微给它疏疏果。今天的视频主要是想跟大家回顾一下2周前我给桃树剪枝的整个过程。虽然因为个人的原因，从时间上剪枝有点晚了，但是还是非常的有效的。今天终于能抽出点时间来给院子里边的几棵桃树剪剪枝了。我院子里边去年秋天的时候种了一棵桃树，后边还有一棵是去年春天移栽的桃树。移栽的时候是裸根的，苗也比较小。长了1年的时间，长这么大了，长出了很多的侧枝。然后再往里边还有一棵是已经有2年的桃树了。这棵桃树从移栽的时候算起，在我这个地方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，是2年前裸根移栽的。我已经给它修剪成开心型了。这棵桃树去年在这个分支附近还结了水蜜桃，不过我们还没有尝到，刚一熟就被浣熊给偷走了。其实家里边种桃树一般是要冬剪、春剪，然后还有夏剪。冬剪的话就是在桃树的叶子都落光之后，过了大概2周吧，或者是3周的时候就开始可以剪了。不过那种方法可能对于这种长势比较旺盛、比较强壮的树效果更好一些。对于长势比较弱或者是新移栽的树，春剪比较好。我这个地方是2、3月份吧，基本原则就是在果树刚开始萌芽，在那个时候把它修剪一下。早春修剪的一个好处就是，有些枝条如果是冬天刮风受伤啊，或者是天气太冷给冻死了、冻伤了，在早春的时候一萌芽，就是在萌芽前你能看出来哪条枝条死掉了，哪条还活着，比较容易去留那些芽点。其实为了省事儿，也为了安全，这些桃树是可以不进行冬剪的，只要保证在早春萌芽前把它修剪好就可以了。当然我这次是修剪的有点晚了，我是因为去年冬天到现在因为有点事儿，所以离开了几个月。等我刚回来的时候，这些桃树都已经开过花，现在已经结出小桃子了。这个时候肯定也是要修剪的，像这棵桃树已经长出很多的这种侧枝了。这棵去年深秋移栽的桃树是盘桃，移栽的时候是带着土坨，是有根儿的。移栽之后是没有管它，现在的枝条已经长得是非常的乱了。我打算把它还是想办法修剪成自然开心型吧。顶端的部分有2条长得非常旺盛的枝条，这2个我就不要它了，长的位置和方向都不太好，我就打算均匀的，比如说留下这一条，然后这面留这一条，前面我开始想可能留这一条，但是这条受伤了，我就想留这一条小点的，让它继续往前长，继续发展了。先把这2条决定不要的这2条强旺的给剪掉，剪掉之后我们再观察一下。我这个房子和院子其实不是正南正北的，应该是这个方向是靠南的。然后我刚才是想留这个方向留1条，然后这一条我打算留下来，还有就是这条，刚好这个方向枝条是比较均匀的分布的。确定好要留的枝条之后，我们就大胆的把不想要的给它剪下去。这一条也给它大胆的剪掉。其实这个方向，这一条和这一条，这2个是同一方向，有点重叠。我想去掉这个的一个原因就是，它这个地方有一个伤口，而且这个方向是冲南的话，容易遮挡住其他2条的光。它和我要保留的这一条，它俩的位置几乎是一样的。我们最好还是能让它的位置错开一点比较好。冲南的枝条最好是在比较靠下一点的地方。拿上小的剪刀，稍微酒精消消毒。我先把这2条，这条和这条，这2个确定不要的给它剪去。然后就是像这种多余的小芽给它抹去，不然的话它长长了，这儿又长出一个枝条来。手机刚刚被太阳晒的，又是过热停机了，拍个视频可真是不容易。我刚刚是把这个枝条还有这里边有一个小侧枝给它剪掉了。这个枝条它是从下边比较平，角度比较好生长出来的，所以留这个。这棵直上直下的就不要了。我这个下边留了一个小的芽点，将来这个长出来之后，方向就会往这边。将来如果这边某一个芽点让它往那个方向生长，这条枝条大概30、40厘米的位置有往逆时针长的。然后再间隔大概这个距离有往顺时针长的。3条主干的开心型，
每一条都大概留这样2个侧枝，让它生长。将来长大之后，整个树形就比较均匀。这边这条小侧枝我就不要了，它和它离得太近了。上边这个尖儿我也给它修的短一点，给它短截一下，比如从这儿给它截掉。这样的话，这儿留一个芽点，让它继续生长。看一看留这个芽点，它的位置长出来刚好是大概45度倾角，这样留，如果再长桃了之后，可以给它往下压一压，就不会出现一直往上或者是角度比较陡的这种枝条了。否则的话，就还得人工去拉枝、压枝什么的，比较麻烦一点。然后是这边这个分枝背上的这个枝条就不要了。现在我们其实剪起来是比较简单的，因为这棵桃树不打算今年让它结果，所以这种结果的枝条就可以给它直接剪掉了。如果要是有些需要修剪，但是它已经结果的那种，如果我们将来比如第2年或者第3年想留一些果实，其实可以先留住，将来结完果之后再剪掉。我们头部的枝条就留这一个了，它的位置和方向也比较好。然后旁边这个跟它重叠的就剪掉了。接着就要处理这2条了。我先从它受伤的地方把它从这儿剪下来，然后我再看看吧。这样的话，受伤的部分就被剪掉了。如果想保留这个枝条呢，就让这个芽点继续往这边长。但是还是像刚才说的，因为这条和这条它的位置靠得太近了，所以我还是不留这个了，把它去掉吧。这条这个尖儿干掉了，我打算让这个芽点继续往出长，然后把上边的小桃子都摘掉，以免影响它生长。还有靠下的这种芽儿也不要了。刚才我又仔细看了看，这个芽点的方向长出来会比较好。这个芽点长出来有可能会直直向上，还要给它拉一下，所以我干脆就再剪一剪，然后留这个芽点了。这些太靠近中心的芽点就都给它抹掉。这边几个也是。这个地方的树橛子留得有点太长了，我还是换上大的剪刀，给它再剪下一段去。哇！刚才这个剪口的方向留的不是特别好，它容易有雨水的时候流到这个枝干上，所以我打算再稍微调整一下，让它往这个方向倾斜，这样的话那个方向是没有枝条的。把这2个大的伤口给它密封一下，防止染病。这棵桃树这样就修剪完了，留了自然开心型的3干结构，看看还是挺均匀的。现在唯一的一点小问题就是这条枝干比另外2条要小了不少，我们得给它一点时间让它长起来了。接着是第2棵桃树，这是去年春天裸根移栽过来，生长了有1年的水蜜桃。去年没抽出时间来给它修剪，今年要好好的剪一下了。原本是打算也是修成开心型的，可是我那边的那一棵已经是开心型了，我想试试做成一个主干型，就是那种修改中心干的主干型，下边一层，然后上面一层，下面一层比如说留3到4个分支，上面一层留3个分支，这样我可以对比一下，看看这种剪枝方法是不是产量能够稍微的多一些。如果要是修改成自然开心型的话，就是简单的从这儿给它剪一刀，这样的话我可以这儿留一个，这儿留一个，这儿留一个，然后那边再留一个，大概就是4个，然后它们之间的距离大概都是有90度。不过这个要稍微拉一下枝，后边的也要稍微的往这边拉一下枝，这样的话就会更均匀一点。上边的话大概是在50-60公分的位置留3个枝干，然后把主干修改一下，找一个分支往上继续生长。开始修剪这种下边的没用的就直接给它干掉了，这种小芽给它扒掉，这些这个不要了。这2个枝干是去年我练习扭枝的，不过扭的都不怎么好，这个扭伤了，这个地方伤的也是挺严重的，这2个我就剪掉不要了。这条是太粗了，剪不动，得换一个大点的剪刀。哎，把
把这些牙子扒一扒。行，刚才计划好了是留下这个，还有后边那个，那这样其他没用的就给它剪掉。这条没用，剪掉；这个没用，剪掉；这条也没用，给它剪掉。留5条的话就太拥挤了。好，现在下边就剩4条了。这段我大概量一量，要保持有50厘米以上的话，那这条和这条都要剪掉，我给它去掉。这边这个高度也不够，也给它去掉。现在这儿还有3条，这里边这一条和这一条的角度实在是太相似了，而且它靠近背面，将来应该是长不太好，我就不要它了。我这儿留了一个这个小芽，如果这个能朝南的方向长，我可以保留这个。最后是这个尖部的地方，我把它剪上一刀，把尖儿去掉，留下旁边这个侧芽，让它继续往上长。这样的话，等这个芽点长高长长了的话，我们可以再给它剪一剪，留这个上面的芽点作为下一个修改的主干。我们将来就是不停地修改这条中心主干，控制顶端优势，控制整个树势的生长，让它不至于长得太高大就行了。等以后到了盛果期，能收获大量水果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比较一下这2种不同的修剪方式到底产量的差异有多大。哦，刚才还差点忘了修剪这种顶端的鸡爪枝。现在看看，长得像一个鸡爪子一样，这种背下的，我就直接给它去掉了。然后我打算留这一条作为侧枝，这条作为主枝。这样的话，我把这边的这个就给它去掉了，这样鸡爪枝就没了。这边这一条呢，因为刚才留了这个方向的侧枝，所以它往这边长的我就不要了，给它剪掉。然后这个地方，我把这个顶端也给它去掉吧，这样留这个作为延长枝。然后将来这个芽或者是这个芽长出来，我再选一条朝这个方向的侧枝。这条顶部的鸡爪枝比较好处理，直接把树尖给去掉，留下这一条就行了。这一条作为侧枝往那边生长。这条目前没有什么太多需要处理的，我就把这个背下生长的这个给它去掉就好了。好了，这样看起来就非常有型了，层次非常的分明，通风透光性也是非常好。这棵桃树其实昨天我已经修剪过一次了，但是录音的时候出问题了，所以没有声音。我把背上的枝还有背下的一些枝都给疏除掉了，距离比较近、比较密的坐果枝我也疏掉了一部分，头部有些也是把那些强的枝头去掉，留一个弱的枝头。因为这棵树有点大了，修剪的时候肯定还是有好多不完善的地方，比如像这些可能也应该疏除掉。但是我现在先不动它了，等到桃子长得大一点了，我看看在疏果的时候再把它稍微调整一下就好了。其实剪枝就是，如果不确定或者是没有太多把握的时候，也可以稍微等一等，看一看，然后找合适的机会再给它疏除一些，不一定非要在同一时间把所有想剪掉的枝都给它剪掉。这棵大桃树在这里已经是很久了，具体有多少年我也记不清楚了。它在这儿一直都是疏于管理，早期种下来也没有照顾它，等到想起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很难控制了。基本上它自然长成的也是类似于开心型或者是 Y 字形的形状。这棵树本来是想在去年冬天的时候狠狠地给它修剪一下的，可是因为有事儿离开了，所以也没有顾得上。早春的时候也没顾得上，现在都已经开过花，跟其他桃树一样，也已经开始挂小的果实了。这棵树还有一个难修剪的地方是，当初17年蝉爆发的时候，把树咬得到处都是伤痕。如果要修剪的话，得把好多有伤痕的树枝都给它去掉，这棵树基本上也就没剩什么了。这棵树也没有什么好讲解的了，我就大刀阔斧的把这些枝条给它通通的剪掉了，什么背上背下呀，还有被蝉咬伤的，就基本上能剪就给它剪掉了。这些大的鸡爪头都尽可能多的给它去掉。
剪得差不多了，希望能有点收获吧。其实从有机菜园到生态果园的过程中，还有很多活要干，还有很多知识要学习，这注定不是一条容易的路。但是努力吧，万一要是实现了呢？同时，我也尽量把我学到的东西，还有实践过程中总结的经验，能够分享给大家。希望咱们共同提高，共同进步。